大家好，我是夏克威。这个礼拜刚从福冈九州挖宝回来，桌上这些全部都是我这一次去福冈九州购买回来的战利品。那这一次的旅行也有一些心得，希望大家在看完这个影片以后呢，能够快速的知道福冈九州，如果你要买模型、玩具以及二次元周边，可以去哪边逛逛。那在影片一开始呢，先跟各位说明，现在日本它这边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很多店家其实是不让你拍照以及拍摄影片的。这一方面是对其他人的尊重，同时这可能会触犯法律，所以呢，大部分呢会在外面利用拍照的方式。那我会尽可能用旁白搭配照片说明，然后让各位清楚，并且呢在地图上标示清楚，让你有一个顺畅的路线。那就进到我们今天的影片。Go！ 我们先从高雄国际机场出发，很快的到福冈国际机场，大概2个小时就到了。那福冈国际机场它出关非常快速，我的饭店把它定在天神南这里，那很快的我7点的飞机起飞，大概在中午的时候我就已经抵达饭店。那福冈国际机场，我是觉得各方面对于旅客来说都非常的友善。一天，我们先来从这个博多车站出发，直接前往天神区进行热身。首先来到这个是扭蛋店西推的这个福冈天神西通店。那福冈天神西通店这里，再沿着这条路走还有另外一间扭蛋之声，这间也是天神西通店。那这边我在看 Google Map 的时候会看到，这个有一个奇妙的景象，这边，这是在干嘛？这是在掀人家裙子吗？这是在搞笑吗？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在陆地上发生？我看后面这个那个保全一脸应该非常的充满着疑问。好，再沿着这条路走，可以到这个曼达拉 K 福冈店。这里摆了满满的昭和特色玩具跟超合金劳物。那2楼是同人志，还有各类的书籍。虽然店内不方便录影但是一整面玻璃柜的物品，再看看还是很惊人。那我在这边有看到像是这个2012年不二家和吉德合作的联名商品。那第2天直接前往拉拉破。拉拉破这里从天神南住的饭店出发，搭计程车只需要20分钟，而且只要大约2000块日币，是非常的算是很快，而且很便宜。那先来到拉拉破以后，这边3楼有一间 Jump Shop。Jump Shop 这一间 Jump Shop 有很多的这个身高墙。那现场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在这里拍照，你可以跟知名的各个动漫角色去对比一下身高，来看看那个虎照跟五条悟身高比起来大概怎样。那接下来旁边它有一间这个 Hip Shop， 这边有很多高品质的联名4角内裤，很有创意。像这个，你看。皮卡丘在你的屁屁对着你笑呢。那还有很多像战队特色的联名商品，这里都有。那旁边你稍微再走一下，就又再看到一间扭蛋店。这间扭蛋店的量体也是非常的庞大。那在这里在这里扭蛋其实都很便宜相较于台湾一颗动辄100、200块，这边大概都只需要60或80块台币就好了，还不给它转爆。接着搭电梯来到4楼，就会看到这个钢弹基地福冈。那店门口打造成这种科幻的场景。那还有2尊1:12的巨大展示的立像。那店里还有贩售只有这里才买得到的福冈限定版钢弹模型。我想来这里的人一定都会抱几盒回家。那这边看完之后，吃个饭。这边我很推荐，这里有一家这个汉堡排店。这个汉堡排真的是非常的 juicy， 推荐。
那吃完了以后，可以在外面等待一下，就会可以看到这个等身大比例的钢弹模型。那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从傍晚待到晚上，因为在白天的夕阳余晖之下，身上的细节和高大感展露无遗。那当晚上灯光暗下来，灯光秀启动的时候，跟钢弹身上的蓝绿色和红色会更加的明显。那还会有这个投放的这个影片灯光秀，大家一定来这边要看看。那我在影片的后面附上7点半录影的钢弹现场的灯光秀。第3天早餐，我们吃了一家这个 Hakata Seafood， 这个看一下这个菜单，上面满满的就是明太子，还有甜虾，然后干贝，还有鲑鱼子，真的是非常的丰盛。那这个下面不要看这样小小一笼，下面大概饭都有2到3碗。这个吃完早餐之后啊，立刻我们决定用走的来完成今天的行程。原本是想要坐计程车到这个博多车站，那会发现说，真的是吃太饱了，决定用走的。其实从这里走也只需要20分钟就可以走到博多车站。好，到了博多车站之后呢，这边也是另外一个花宝的聚集地。先从竹子口这边的 Bookoff 这里有很多的精品卡牌，那还有一些模型，所以大家可以在这边挖宝。那再看从 Bookoff 出来，你就会看到对面的宝可梦中心。那像这边这个有贩售这个博多拉面皮卡丘，非常可爱。那现场非常多的商品，在这里结账的人潮也很多。那在进场的时候，工作人员也都会发放这个号码牌，那需要排队入场，那他会把那个时间给切开来。那看完宝可梦中心之后啊，旁边就是有这个哥吉拉专卖店博多，店里面有很多传统元素的商品，那还有像这个福冈限定商品，福冈怪兽出现录，上面印的这个是在福冈有出现的昭和平成哥吉拉与王者基多拉袭击福冈知名地标的胶卷画面。来这边的话，一定要买一件的啊，对不对？买完哥吉拉以后，可以直接搭电梯到6楼，这边有俊和屋还有这个0101晚景店，还有中古动漫店旁边这个拉新版。之前拉新版的规模比较小，现在主要展示的是福利脸的联名动漫 T 恤，还有一些徽章小卡。再往 AMU Plaza 8楼和天神相连这边有任天堂的福冈店，橱窗这里摆满着1比1的皮克米模型，还有很多的星之卡比玩偶墙。那旁边还有一家铁道迷会疯狂的店 Popendetta， 这里有很壮观的巨型双层N 规铁道沙盘，现场看到很多人在这里玩这个铁道模型。那看着这种列车在微缩的景观中穿梭，也是非常的疗愈。再来，我们走到隔壁的博多巴士总站。博多巴士总站这里的7楼有一间万代官方扭蛋店。万代官方扭蛋店这里有无穷无尽一整排延伸到天花板的扭蛋机，这里根本就是无底深渊啊！大家在这里可能都会花不少钱。那旁边这里还有一番赏专区。一番赏专区这里呢，我稍微看了一下，基本上热门的一番赏都被抽完了，所以剩下的都是一些比较不太热门的商品。所以呢，想要来这边抽大赏的同好，建议还是要一发售就要来抢。最后一整天疯狂这样走下来，应该也差不多到吃晚餐的时间了。这时候可以往博多运河城这边走过来。
那这边有非常多的商店，那可以在这边吃个一兰拉面啊，或者是其他的当地的特色美食。那同时在博多运河城这里呢，也有一间 Jump 商店，那也可以来这边逛逛。不过这间 Jump 商店现场的人是很多的，所以会需要排队一下。再来第4天，我们这一天目标是要去小仓。小仓这里有一个 Aruaru City，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但是 Aruaru City 开门的时间大约是11点，那我们当然都这样出来一趟了，不要浪费时间。一大早呢，就可以先从博多车站搭乘山阳新干线，只要短短的15分钟，就能够跨越这个整个到达北九州的小仓。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个就是一个经验，这个新干线呢，它买票的时候一次会吐2张票出来，那它是有一个特级，那一个是乘车券。那第一次买的时候，我是有点吓到，我以为我买重复了，因为它一次吐了2张票出来。那这2张票在搭乘的时候，要把2张票一起塞入那个电车口，让它吃进去，大家可以同时吃2张票。好，在我们搭15分钟的新干线到达小仓之后呢，可以先去看访这边的地标小仓城。小仓城它是在北九州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它是战国名将细川忠兴在1602年开始建造。那小仓的地理很特别，刚好是卡在本州跟九州交界的关门海峡，所以在江户时代呢是重要的军事战略重镇，也是德川幕府极其看重，用来监视大名的防卫据点。那天守阁在建筑学上也非常特殊，它采用一种叫做唐造，也称为南蛮造的风格。那特征就是最上层的第5层面积会比第4层还要大，所以而且2层之间没有屋檐，看起来非常的宏伟。那看完这个历史地标之后，沿着这个充满人情味的商店街，慢慢的走回到这个小仓车站。这个商店街鱼町银天街，整条路有非常多吃的，沿着这条路慢慢的走回来，那顺便在中途觅食午餐。那中午过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往我们的下一个目标Aruaru City 前进。在我们吃饱喝足之后，回到小仓站的天桥空桥。那大家看到这个，如果是动漫迷，一定是热泪盈眶啊！小仓是国宝级漫画巨匠松本零士大师的第2故乡。一出站，迎面而来的就是威武的宇宙海贼哈洛克的青铜立像。斗篷的作者和那份孤高，就是帅一辈子。在旁边椅子上还坐着银河铁道999的梅德尔与星野铁郎，在这里呢都来了，一定要和梅德尔合影一张。这不仅是朝圣，也是向我们的童年跟伟大的科幻先驱致敬。然后呢，沿着这个空桥，我们步行2分钟，就是一个整整7层楼的九州御宅族的。算是一个神殿级的地方，也可以被称为九州秋叶原，绝对当之无愧。因为我第一次来这边的时候，也发现说，怎么会在离九州最大城市之外15分钟新干线车程的地方小仓，既然会有一个动漫画以及 ACG 像那么集中的一个聚落在这里呢？它这栋发展的背景啊，其实是在2012年4月才正式开幕。它前身原本是一个传统的购物商场、家电量贩店。那这时候呢，北九州市刚好面临了钢铁重工业的转型，经济低迷。为了活化小仓车站北口，吸引年轻与观光人潮，在地方政府跟民间企业决定进行一场非常有前瞻性的地方创生都市更新，将整栋大楼改造成次文化专门大楼。他们引进了日本最顶尖的2手新品跟中古巨头，同时在大楼的5、6楼北九州市漫画博物馆一起合作，
成功把原本逐渐萧条的家电大楼改造成如今名震全日本和秋叶原、中野并列的动漫挖宝圣地。这历史真的是非常令人佩服。好，沿着空桥啊，先上到2楼，这里有这个马奇亚阿索比咖啡店、北九州店，它是《鬼灭之刃》优辐射动画迷的必要来的一个地方。但是大家要注意哦，这间店它一入口就显示禁止拍摄，所以这次要守规矩，相机要收好哦。我们只能在外面这边拍个照纪念一下。那这边有相当多的立牌、徽章哦，一些周边商品，同时还有原画展示，非常值得来看一下。那再来对面呢是Jungle这里啊，很多机甲特色，还有哥吉亚软胶，可以在这边挖宝。那店内的商品数量也非常的丰富哦。那到了3楼，这里有拿新版，这里有二手柜里面呢展示了一只让我挖宝到一只卡莲，这是 GM 15周年的纪念版，而且居然是全新未拆封的，标价竟然不用2万日元，相较于在台湾4500块台币的价格之下，真的是非常的划算。看到之后，二话不说就把它带走了。那逛完拉勋班之后，再往上到4楼，这里有一个曼达拉 K 的小仓店和骏河屋 Araru City 店。这2间的空间啊、宽敞度，还有就是整体的收藏数量，比福冈市区还要舒服，足够让你泡上一整天。接下来，如果你逛累了，5楼、6楼是北九州市漫画博物馆，这里有非常舒适的阅览区，那同时收藏了很多经典的现代漫画，可以让你在这边悠闲的坐下来。这样子，这是福冈。然后北九州小仓这个旅行啊，总结来说，福冈和北九州的店铺距离都非常接近，而且交通极度便利。那各位可以照着我这个路线，把这些店都给逛过一次。那基本上就是把福冈北九州这边可以买2次元商品的店都逛过一轮了。那这些地点呢，我也都会放在描述栏。利用 Google 标示的方式，让各位之后要去九州、福冈的时候，能够安排自己的相关行程。那在影片的最后面呢，会附上这个在拉拉坡钢弹灯光展示的现场的状况给大家欣赏哦。如果你喜欢我的片，请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